7月28号，中俄第3次海上联合巡航起航，近日抵达阿拉斯加附近公海海域，这也是中俄舰队连续第2年进入这一水域巡航。虽然中国国防部早已声明，中俄第3次海上巡航不针对第三方，但美媒近日仍大力炒作，美军也出动4艘军舰跟踪。相较于第2次中俄海上巡航，为何美方今年出动更多舰机应对？在日俄关系撕破脸之际，日媒曝光驻日美军正在修改调动运用体制，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5号独家报道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第3次联合海上巡航的中俄海军舰队上周进入美国阿拉斯加附近国际海域，但并未进入美国领海。有美国专家指出，这是目前为止靠近美国海岸的规模最大巡航舰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4号披露了更详细的信息，称俄罗斯海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舰艇分队在白令海西南部举行了反潜演习。白令海由俄罗斯勘察加半岛、美国阿拉斯加州及阿留申群岛围合而成，位于太平洋的最北端，通过白令海峡与北冰洋水域相通。俄媒披露，该国海军编队由下列军舰组成：俄罗斯特里布茨海军上将号反潜舰、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反潜舰、俄海军雷明号、俄罗斯联邦英雄阿尔达齐登扎波夫号护卫舰及佩琴加号中型海上油轮。中国海军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贵阳号、齐齐哈尔号、护卫舰铜陵号和日照号，以及综合补给舰太湖号。据悉，这些军舰结束了7月20号至23号在日本海举行中俄北部联合2023联合海军演习后，稍事休整，就展开了中俄第3次海上联合巡航。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北方司令部发言人强调，中俄巡航仍留在国际水域，不被视为威胁，但美军却派出了相当规模的海上和空中力量作出回应。一名五角大楼官员透露，美方不仅出动了约翰·麦凯恩号、本福德号、中云号以及约翰·芬恩号4艘导弹驱逐舰，还派出了 P-8海神巡逻机跟踪中俄军舰的动向。观察指出，这是美军历来派出的最大规模舰队来监视中俄海上巡航。与之相比，去年9月，中俄进行第2次海上联合巡航时，中俄海军联合舰队7艘军舰也曾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附近短暂现身，但当时美军没有出动，美方只有1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金伯尔号驱逐舰出动。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说，美方去年9月的回应不温不火，今年则做出了有力回应。他认为美国今后要发出更强有力的信息。因为他不知道中俄的这种演习下一步的航迹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演习的科目是什么呀？你还往哪儿走啊？他分析呢，就是随着中国的海军的这个舰艇的吨位越来越大，作战能力越来越强，会走向远海，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进入这个北极航线，那它就非常的敏感，所以反应也非常的激烈。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大肆炒作中俄巡航的背景是去年10月。拜登发布了新版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提出了美国政府北极战略4大支柱，排在第一的就是安全。因此，虽然中俄舰队并未进入北冰洋水域，但美军仍采取大动作的应对，趁机炒作所谓中俄威胁。深圳卫视还注意到，美国《华尔街日报》在7月31号的一篇报道中就宣称，中俄海军联合巡航是北极地区大国竞争的一部分。该报称，北极成为大国竞争新战线，但美国已经落后中俄。文章还强行把北极与南海关联，声称美国此前曾眼睁睁地看着中国政府在南海建造起军事设施，美国国防部不想在北极地区再次毫无防备地坐视中国力量增强。事实上，美国的北极战略正是围绕着军事化展开，企图在北极地区维持霸权、渲染大国竞争的正是美国。阿拉斯加是美国的军事重镇，自冷战时期起就作为该国反俄的前沿，部署有重兵，近年来不断强化。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的空军基地拥有100多架先进 F-35和 F-22战斗机，且美国拥有在海中航行、可以穿透冰层的核动力潜艇，在格陵兰岛上还安装有美军的导弹跟踪雷达。
今年年初，美国空军将4架 F-35A 隐形战机部署至丹麦属地格陵兰岛的图勒空军基地，这也是美军首次在其最北端的基地部署 F-35战机。美国政府新版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报告还对未来10年美国进军北极作出战略规划。外界认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首批中程弹道导弹就将部署在阿拉斯加。你看现在在北极这个地区里边，除了俄罗斯一个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都是北约的国家。那么北约可是一个军事集团呐，那他把北极给封控起来，或者把北极为他所用，这就形成了一个从军事上霸占公共的这个海域。虽然中国国防部7月26号发布公告表示，中俄第3次海上联合巡航是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进行，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但中俄正常合作仍被美方视为眼中钉。《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中俄海军加强合作是为了对抗美国与日本、韩国和其他地区伙伴的联盟。对于这次巡航的路线，有报道称，往年途经的日本海、太平洋海域，今年还会再去，过去也曾抵达白令海，今年不排除会驶向更远的水域。值得注意的是，绕行日本列岛1周是中俄巡航的例牌，而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政府迅速选边站队，与俄罗斯撕破脸，这也让日本对俄军的一举一动高度警惕。8月4号，日本北海道新闻报道称，在日方认为与俄罗斯有争议的北方4岛之一的池武群岛，俄方称哈伯麦群岛的贝壳岛的一座灯塔上，日前突然亮出俄罗斯国旗，而附近还有日本渔民在打鱼。日本政府表示无法接受俄方此举。7月29号，日本统合幕僚监部表示，中俄舰队当时已经通过宗谷海峡进入鄂霍次克海，日方派出2艘舰艇跟踪监视。军事专家邵永龄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日本海和白令海都属于公海，中俄海军在这2片海域开展巡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中国国防部的表态相当明确，此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如果有哪些国家感到被针对，那只能说明他们做贼心虚。实际上，在西太区域，美国正日益将日本军事化，以充当印太战略的马前卒，以允许日本以切香肠的方式突破和平宪法为诱饵，以偏袒日本向太平洋水域排放核污染水为政治宣示。军事上则不断强化所谓跳岛战略，强化在冲绳群岛的部署，并极力打造美日韩3角军事同盟等。美国加紧在亚太打造小北约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另据日本经济新闻8月6号报道，美国政府和国会已开始讨论修改驻日美军的调动运用体制，其中包含在日本设置负责与日本自卫队磨合的协调机构，建立起战事发生之际统一调动美日部队的体制。共和党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惠特曼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还扬言，要针对所谓台湾有事的状况，因为在极其严峻的环境下，美日部队合作所需时间将决定胜负。随着美国继续秉持这种冷战思维打国对抗它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把这个日本作为一个军事盟国来共同推行美国的战略呢，就要加大，所以它所谓的这种修改，就是进一步的放纵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使用。